我是老板，这集我们又要来听听男生的悲鸣。我访问了很多男生朋友，大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普男。普男这个词没有贬义哦，就是上次我的片子就说过，80%的男生女生本来就是平凡的，不是高富帅就可以叫普男普女，所以没有任何的贬义。那普男的恋爱有多苦，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的。这些普男说呢，从小到大恋爱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靠喜欢，而是很像在打怪。因为他们说，其实这个社会就是很嫌弃平凡，太过向往高富帅，所以普男的生存空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。但是平凡有错吗？我们这集一起来听听看吧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好，我访问的这些男生，他们列了5大关出来。第一关就是高中开始初恋哦，可是永远比不过学长。他说高一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喜欢女生了，可是通常高一的女生都喜欢学长。这个点是在讲说同龄的女生都在向上仰望，所以他们根本得不到同龄女生的一点点眼光。一定要同龄，因为他只能追高一的啊。那明年你可以找学妹啊，所以就是每年一直这样嘛。你们是很难同理男生啊。学长真的很迷人，因为我也想讲一讲。那个年纪听到说我男朋友是学长，就会有种被保护的感觉，对，就是那种保护，因为他们比较成熟吗？为什么就会对学长比较有仰望？哥哥的感觉，哥哥的感觉。我觉得那时候，但长大就不会了。我高一也超爱学长，我也是。对啊，所以他现在讲的就是这样。不管你国一、高一、大一，你们都仰望学长，我们就是追不到同龄女生啊。其实也是有同班在一起，后来也是班队啊。对，其实也是有啦，不能说没有，但是可能很高的几率被学长追走，所以他觉得国一、高一、大一都是输的。那你当学长的时候不是换你？对啊，风水轮流转，对啊，没错。恨就恨你们男生之间的竞争。而且我20几就没有这个向往，就大的小的同龄都行。可是这个时候男生就会觉得说，那你们现在就在看有钱的，怎么办呢？人要长大。这种人很多，但没有看这种人也很多。不是所有女生都这样，我觉得是他没遇到啦。没有遇到的男生好像都会觉得所有女生都会喜欢有钱的，但真的不是。就像我们上一集是不是有讲到说，不是所有的男生都喜欢年纪很小的女生，一定也有喜欢同龄的，或是没有一定要高富帅，没有一定要什么都你付钱，很愿意跟你互相扶持尊重的女生也有，但 maybe 比例真的比较少，所以你自己要去找，因为真的不是所有女生都这样。之前男生困境这一集就有人说，魏老板你这样是因为你自己有钱啊，所以啊我们要鼓励女生有钱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女生自己越有钱，经济越独立，越不是要找到经济支柱，不然你在经济上面是弱势的，你就很想要依靠感情或婚姻得到更多的经济交换嘛。所以相对的，如果大家不喜欢女权自助餐，也不要男权自助餐，就是你应该要赚比较少，然后你最好依靠我，可是呢你们又都看钱，我很讨厌，也是一种自助餐，这样大家了解吗？所以我们其实追求的是更加平权一点，大家互相扶持的社会。很多人都还在传统的观念里面还没有改变，所以如果你先改变，可以去找已经不传统的人，可是你不要觉得逃脱不了传统的框架，然后大家都还是那样，那你自己也就还在传统里啊。然后第二关上了大学又要跟上班族比，所以大学不是在跟学长比了。他说上大学之后就出给刚出社会的男生，人家已经开始赚钱了，开始穿西装了，开始带妹出去见世面了。我们在干嘛？我们在宿舍吃泡面打电动，报告做到2、3点，身上只有3000，怎么追女生？女生都被校门口的车载走了。告白的时候就被说我喜欢成熟一点的男生，怎么办？人家月薪好几万，人家开车我骑车，是怎么把女生？这一点高中我就有看过很多女生是在校门口就被开车的男生载走了，然后大学如果被开车的人接走是更正常的。对啊，但他现在是在讲说我们大学生就还在拿零用钱，怎么跟上班族比？可是上班族已经加入追大学女生的那个市场了。可是上班族不在学校吗？网络上认识，或者是某些喝酒的地方啊。我觉得如果一直要这样比的话，好像一辈子都比不完对，因为最后就算我选了一个老公，其实世界上还是有很多老公比我老公更帅更有钱。所以他才说他觉得一直在打怪，因为他有一种打不完的感觉。男生是不是很容易陷入这种比不完的感觉？可是这个社会确实就是一直鼓励男生，你们要越来越强，你强你就可以挑，你强妹子就被他追走，所以他们很难不去比。男生在这一点上面确实是蛮可怜的，就是不想比也不行啊，整个社会都在鼓励他比，都在告诉他，你看人家有车，所以是他的，你看人家怎样，所以他们就我要加油，我要努力，我要有钱，比不完，有点残忍，对不对？对，被社会搞到，而且还不是出社会，是他从校园就已经在接受这种评比、这种排行榜。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普男，不是高富帅，我就可以理解说，那难怪女生赚的比你多，你很难不自卑，因为你跟男生都这样比了，更何况女生。那可是我们却跟他说，可是我们真的不介意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，对他甚至不相信，他还觉得不，你一定会看不起我，你一定会被别的男生追走，他也不相信，因为他是这样子长大的，那影响太久了。所以这一集我觉得就是很真心告白啦。第3关去当兵，他说去当个兵又啥都没了，就算那时候有女朋友，去当兵很容易就被兵变了，不然就是被别人追走了。然后女生不用当兵就可以在外面继续过生活，交新朋友，谈恋爱，
爱，甚至就开始先上班了嘛。然后男生苦哈哈的没有钱，你已经月薪3万5了，所以有时候女生只会觉得，那你就当兵没办法陪我，所以我就分手了。或者是你已经赚了钱，见到了世面，然后他还是一个小毛，还没出社会，开始有一点话题搭不在一起。所以有时候学生情侣在校园的时候很好，反而在当兵的时候分手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渐行渐远，重点经济能力还拉出差距了，然后男生还理平头，整个外貌上面也不是那么好看。因为这个男生自己就有讲，我们在军中半夜点名理平头，吃营养午餐，假日出来放风，一看平头就知道在当兵，穿什么都不好看，哪还有什么恋爱啊，有命活着就好了。他觉得当兵是对男生很折磨的1年多，女生确实很难理解啊，因为我们就真的没有那一段啊，感觉这一段好像是他们生命中很痛苦的一个考验。可是这是国家义务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一直用这一点来攻击女生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会因为当兵离开你的女生，应该是不会跟你走很长久的人。对啊，他有一天还是会，他也不够喜欢你啦。这是一个过滤的好机会。就像你出国留学远距，然后维持不下去也是一样，你们就是撑不过那一段，所以不要觉得都是当兵的问题。如果你出差3个月，也有可能他就跑啦。对啊，然后你调到外县市，也有可能就维持不下去啊，这都是类似的状况。我可以理解男生的怨恨啊，但是这个怨恨你也只能接受现实啊。对啊，转念其实陪过男生当兵的女生也是有很多。那为什么也有些女生会愿意等，但你遇到的不愿意呢？确实也有很多女生是会陪伴男生走过那一段的，但是也有人是陪伴走过那一段，然后最后分的。对，出来之后然后反而分了。所以也不是所有女生都那样。那我知道，也许有些人遇到那样之后是生命中很大的一个痛苦。在当兵的时候，情绪价值真的很需要女朋友的慰藉，可是你却在那时候离开我，好像是生命中很大的打击。对，男生讲这个的时候都有点恨。对，我当兵的时候很好了。对。可是我比较建议是，你不要把这个情绪蔓延到好像讨厌所有的女生，然后认为所有的女生都这样。没有去当兵的人也是有被分手，不是只有你那么惨。正常交往的人也会被女生分手啊。对啊，只是因为你当兵的那时候已经很苦痛，所以被分手会更放大那个痛苦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开点，没办法。第4关是小资男又要拼主管，终于出社会开始赚钱了。本来以为自己耶可以开始赚钱变帅咯，结果人家喜欢的是有稳定职涯、有车有房、有分量的主管型男人。你才刚起步，存款不到6位数，还在租套房吃便当，聊一聊就被放生，说我们好像不太适合。他觉得小资男出社会不到5年，然后没有当上主管，很容易被发好人卡啦。好不容易脱离了，怎么还是这样？有车有房的人其实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啦。对，其实也没那么多。对，主管也没有那么多。我听过一个说法，20%的男生可以追走80%的女生，所以这些高富帅或主管型的男生，他们就拥有了这80%可以挑的女生。那其他80%的男生都是普男啊，他们却没有什么人可以挑。对，所以这个资源分配不均，他们就会很多的怨恨，很多的苦痛。这是第4关，就是怎么办？拼不过主管。第5关，我当上小主管了，但我拼不过富二代。学会穿西装，有能力请女生吃高级餐厅了，结果又输给一个一出生就有事业可以继承的富二代。好苦哦！生日送精品包包还不用刷卡分期。我们这种慢慢努力上来的人是要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到底要输几轮？你说普男是不是真的很辛苦？我感觉到了，听到第5关，终于觉得好像很艰辛。可能还有6、7、8、9、10关。普女没有这些问题吗？是不是女生再怎么样不要太差，一定有人追，不会像他们这么艰辛，所以他们才会觉得不公平啊？我们男生是真的很辛苦。我想到了，我们之前不是聊过说情绪价值吗？如果你的物质条件不够好，你要更能够提供情绪价值，这个是加分题。因为所有女生都很喜欢这样的男生。这一集有讲过，其实情绪价值是一个很加分的东西，然后对，而且是免费可以提供的。如果你觉得你的财力物力就是不够，你是不是可以补足这一块？你要当一个很会聊天、很会聊天、很会给温暖的人。可是他们好像还是会觉得，再怎么会聊天，有钱你就跟他走了，好像没有一定啦。很难聊的话，再有钱，你要吃个饭就觉得没有下次，很痛苦有些人真的很不会聊天，或者是很财大气粗，真的很讨厌，你饭都吃不完就想闪了。对，不是所有女生都会被高富帅迷惑，但是一定有。你不要只看这一群，你也不要就是你的择偶条件都在这样的女生里，那你是跟自己过不去。他们会说每次女生都说我们就不是看钱，我们是看感觉。可是社会现实就不是你们讲的这样。当然会看钱，我觉得没有女生会接受比自己低，但至少要跟自己差不多。这种女生是蛮多的吧？我们就看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或我们的朋友圈里面，你真的是跟高富帅在一起的10个有没有1个啦？没有那么多高富帅，大部分大家就是同事，薪水差不多或是多一点点，然后也没有那么多主管啊。对啊，就是差不多小资男小资女在一起就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是现实。对，你要看你身边的，不是看对，你是不是也都看太局限的一群人呢？我想太多。觉得都是这样，然后你反而这样会拿来自我打击，就是社会如果已经打击你了，然后你还自我打击，自己给自己的压力。我觉得不否认这个社会给男生很多的压力，永远都嫌你不够强、不够好、不够有钱，这个我绝对理解。但是要怎么样逃脱这个，就是你自己要先想通，不是所有女生都那样。会那样想的女生，你就把它滤掉，你不要自己再去当他们的舔狗，然后再发现自己比不过，那这个就你自己自虐了。一定有这样的女生，那请你放弃她，你就去找不是这样
样的。而且我觉得可以多做一些提升自信的事，不要一直比较。不要只在物质上面比较。对，我觉得男生很容易 focus 在就是钱，有钱就好了啊，不然就是说我什么都有，只差一张帅脸。很肤浅。我也有这种朋友他觉得只要帅无所不能，或者他只要有钱无所不能，但绝对不是所有女生。那你该去找的就是不是这一种的。希望你们了解到，不是所有女生都是一个样子。好，请观众回答本集问题啦。真的很好奇耶，男生真的都有遇过这5关吗？还是他有点夸张呢？可不可以麻烦男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？然后女生看完，我也想知道你们的感觉，你们是不是其实无感？是不是很难共鸣男生遇到的困境？是不是会觉得应该不至于这5关你都比不过，然后都被抛弃吧？欢迎男生女生一起留言交流一下咯。本集我推荐这些影片，这10点的男生很可以往这10点去努力看看吧。这里面讲的很多都不是物质或钱的事情。宅男如何变身海王呢？这里面要讲的不是教你渣女生，而是告诉你怎么提升自信，更受欢迎哦。你会不会跟女生聊天？这里面讲的就是怎么提供情绪价值，怎么聊天，让女生更有机会喜欢你。男生也有吸渣体质，这一点就是在提醒你，如果你都只看有钱有物质去吸引女生，你很容易吸渣欸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